师长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冯江北绝不打中国人。你怎么老是一根筋呢？啊，你该动动脑子啊，长点政治头脑。你这是在拿中国的命运开玩笑，江北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，你们两个在争执什么呢？啊，军长，快坐坐。哎呀，这日本人偷袭珍珠港，真是搞得天下大乱呐！会议一个接着一个。江北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军长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们什么时候对日本人发起反击？我认为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，我军士兵的士气永远占上风，只等军长下令。江北，长沙战役虽然我们没有让日本人占了便宜，但是第9战区的损失还是很惨重的，所以我们目前的策略应当是保存实力，而不是和鬼子硬拼。我们就是要耗也把日本人耗死。军长，你现在不打什么时候打？我们眼看着小日本在我们的家门口猖狂，你说要我们等待、忍耐，确实我想不通。江北啊，毛泽东有一本书叫《论持久战》，你读了吗？他说的就是咱们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他说中日战争就是一场持久战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对我方越有利。所以我认为，现在谁主张打，那谁就是傻瓜。学生我甘愿当傻瓜。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日本方面会在中国战场上有什么部署，包括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反应。你要回去好好看一下，要善于分析和总结，好吗？好。周凤，高大姐，哎，高大姐，来，你可够忙的啊。快坐。哎呀，这战争一爆发，局势一改变，工作是一件接着一件。哎，我可听说你们反扫荡了，打了不少鬼子。下次再有战斗，我向司令部申请让你参加。哼，算了吧，我现在突然觉得对战场没有那么多兴趣了。这可真出乎我意料了，我们纵队的女英雄竟然会对打仗没兴趣了。最近我老是想起我妈，还有我姐说的话，老想起以前的人，还有现在活着的人，总觉得打仗好像其实离我们挺遥远的。凤儿，你变了。你们最近还有什么任务？任务倒是有，不过不是打鬼子，而是送人。送什么人啊？送哪儿去？陕北要发展经济、搞生产，需要人才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一批搞农业、搞经济的专门人才，把他们送到大别山，交到武士手中。大别山？那岂不是要路过冯江北的防区？是啊，大队长正准备和冯江北联络呢。不过，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楚副政委对大队长和冯江北的关系很有意见。我担心日后……这样，你跟匡队长只管送人，冯江北那边我去联系。我一会儿就去找黄司令。周凤，你和黄司令……我们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。春花姐，匡队长好吗？他每天忙着工作，简直就是把自己当机器了。不过这样也好。我先走了。啪啪啪啪啪啪！爸爸，我又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。是吗？好啊，不愧是爸爸的好儿子。爸爸为你打鬼子，啊，敬你一杯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杯。来，爱国，来妈妈这儿。爱国，玩的好不好？好。团长、太太，有客人来了。姐姐、姐夫，啊，凤儿来了。爱国，叫二姨了吗？你不是我二姨，我二姨穿着军装，带着枪，可威风了。还是我外甥有眼力。那二姨穿旗袍好看吗？
好看。哟，真会说话。阿姨坐，阿姨坐。哎，好，真乖。哎呀，哟，喝着酒，有老婆有儿子，姐夫，你这日子过得挺舒心的。嗨，凤儿，你不知道，你姐夫刚从军部回来，在白志成那儿惹了一肚子火。是吗？凤，你今天穿成这样，来不单纯是看你姐的吧？有什么事儿？这都什么时期了，我来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。那你们先聊吧，我带爱国出去玩。快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。一会儿陪你玩啊。走。好，那今天你姐夫先说。我们口口声声的说抗日抗日，抗了多少年了？我孩子都抗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总共没跟小鬼子打上几仗。白家父子口口声声的讲政治，一口一个保存实力，人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他还算计着自己人，真不知道我这个兵当的还有什么意义。周峰，你今天来的正好。你如果需要我跟你联合打鬼子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是豁出命去，我也要跟鬼子拼一仗。我大不了我卸甲归田，我带着你姐和爱国，我们踏踏实实的做一个老百姓。姐夫，你别着急，我也想跟你一样去打鬼子，但是今天我是来求你帮我另外一个忙，能不能给我让个道？让道？是啊，我们有一批人要进大别山。恐怕没有光进大别山那么简单吧。反正是匡兴来负责这批人进山。匡兴？那匡兴怎么不来找我？我不让他来，我怕白志成知道你们有联系。另外，进大别山的路其实还有，但是我只有一个姐夫，只有姐夫这边最安全，对吧？反正，行不行就你一句话了。周峰，我先谢谢你对姐夫这么信任。既然小姨子亲自来做统战工作嘛，这个面子我肯定得给。这个道，我让了。可是咱们的活动经费却越来越少。哎，老王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咱们选拔一些优秀的青年，给他送到匡兴的游击队中，其余各部暂时维持原状。哎，老楚，思想工作一定要再抓紧一点，啊，把剩余的青年啊留在地方组织锻炼一下。我不同意。匡兴的队伍本身在咱们纵队就是属于实力最强的队伍了，你还给他补充人员，老黄，你这是不是太偏心了？哎呀，老楚，我就是要把游击队打造成纵队的铁拳、尖刀。哎，匡兴，匡兴啊，辛苦了。哎呀，辛苦辛苦。哎，我跟钟凤同志顺利完成了任务，把人呐交到武师同志手中了。哎，凤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是这样，为了配合冯江伟部队的调度情况，我和周凤进行了2个小时的急行军。钟凤同志很辛苦。没事儿。那你回屋休息去吧。去休息吧。黄司令员啊，那我先回同阳镇了。哎，好，匡兴同志，我们刚才正研究给你们游击大队补充兵力的事儿，正好黄司令、楚副政委还有我都在，咱们坐下来一块儿商量商量。好啊，啊，
这个消息确实吗？上岛真的和日本人秘密谈判？嘘，这可是军事机密，你知道就行了。委员长，果真英明。现在党国最大的敌人就是共产党。父亲，我早就安排了个计划，过来看。父亲，你看，金家寨已经成为新四军几个战略区间的战略枢纽。如果我们要想在日本人走后不被动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设法拿下金家寨。你已经是一师之长了，你可以按照你的思想来制定作战计划。不过，我们可不能打无把握之仗。父亲，就朝江纵队那点人马，我还真没放在心上。当初要不是你拦着，皇城他哪还能有今天？现在可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你一定要考虑成熟啊！放心吧，我早就安排了一颗棋子，我想应该起作用。报告，电报。这个冯江北居然帮着共产党！怎么了？他把秀珠沟的队伍撤访半天，让匡兴大摇大摆的进出大别山，简直太不像话。你这……我进去吧。嗨，嗨！渡边连队长，你好。朱队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大日本皇军节节胜利。印度已经是我们的，西兰也是我们的。皇军燕火，皇军万岁！小子向英武长盛的大日本皇军致敬。哎，我在想，大东亚共盟已经建立很长时间，可是，在我们的战区，现在急缺一场盛事，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。连队长，眼下就有一个打胜仗的好机会，你说说看。太君，你也知道，在皖南事变之后，朝江府一带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摩擦不断。据可靠消息，白志诚的部队早就盯上了皇城的金家寨，准备这2天就行动了。金家寨，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地方。江北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把我急坏了都。爱国呢？爱国睡了。江北，那个白志诚叫你是不是去打新四军啊？真不愧是我的老婆，猜中了。你又拒绝了？不，我答应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答应他们了？白志诚叮嘱我给新四军让道，我不答应他，恐怕也不行了。可是放在新四军呢？你看把你给急的，周丽。我冯江北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大中国人的事情我从来不做。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周丽，你现在。
老黄，我看我们还是撤离金家寨吧。这回日本鬼子出动的可是一个混成旅啊！我不同意。双方的力量我做了对比，只要我们跟冯江北联手，我就保证金家寨会安然无恙。冯江北可靠吗？我们不能把整个纵队机关的安全交在一个国民党团长的手里。我敢保证，我姐夫冯江北只打日本人，绝不打中国人。我不是说冯江北会向我们开枪，我是说他万一躲在一旁看热闹，那日本鬼子打过来，我们再撤离就晚了。我同意匡兴大队长的计划。以我们跟山本这么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来看，他肯定不会出动所有的兵力。如果我们和冯团长再一联手，那我们双方的实力就不相上下。这一仗，我看可以打。好吧，那就打吧。金司令放心，这一仗我们一定打好。祝你旗开得胜。还是老规矩，我守在电话旁等你的好消息。是。是。日本人和共产党交火了？啊，报告师座，不是，冯团长突然命令队伍向上庄方向急行军，你看我们怎么办？什么？上庄？报告连队长，山本将军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和敌人交手了。你告诉将军，说我军正遭遇新四军小股共军的袭击，请山本将军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消除障碍，消灭敌人。走吧，嗨！报告大佐，我们在盛庄一带遭到伏击。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吗？不是，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，他们有重武器，我们损失很大。国民党啊！国民党的军队怎么在主动伏击我们呢？报告，报告长
大佐，新四军朝江纵队正向我们发动进攻。你说什么？新四军？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！你不是跟我说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搞摩擦吗？大佐，共产党和国民党确实一直都在搞摩擦。他要干嘛？朱队长，停下！朱队长，停下！追！追！你去追！还！什么事？渡边君，嗨，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？山本将军，我已经拟定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。首长，哎，睡着了吗？来，坐。啊，好了。你的丈夫已经荣升为师长了，难道你不为我高兴吗？你能回来我就满足了。来，恭喜你。
可惜啊，现在朝江府和朝东县城还在鬼子的手中。怎么？你又打算去打鬼子？白军长在给我宣读师长任命的时候呢，明确的跟我说，没有他的命令，绝不允许我主动去出击日军。如果违抗军令的话，按军法处置。我也不得不答应了，但是，我也向他提了一个要求，就是绝不打中国人。他答应了，算是吧。这样不挺好的吗？以后日本人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扫荡，你也不用再听白志诚的唠叨了，可以和新四军和平相处了。再说了，朝江地区以后可以相安无事了。没那么简单。现在日军是占领着我们的土地，这种相安无事，我不甘心。江北，你想你一个团就能把鬼子赶走吗？听说你在界河入口处建了一个望福亭，干什么的？当然是喝酒，品茶，然后再欣赏一下巢湖的风光。和谁呀？是和邝先生吗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真正能救中国的，绝对不是国民党。江北，别以为你这次立了功，升了职，白志诚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。你真的要小心一点。白志诚因为我的战功，已经升为副军长，他短时间内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哎，以后你们姐妹也可以去望福亭见面，省得绕道去周村了。小李啊，哎，帮我把这个送给那个……哎，周副主任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哎，周副主任，没事，我有点晕。我这两天看你脸色不太好，要不先休息一下吧？没事，我把这个送给黄司令，然后……周副主任，周副主任，来人啊！周副主任晕倒了，快点儿！周副主任，黄司令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好好躺着。以后啊，别叫我黄司令了，你叫我黄成、老黄什么都行。咱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啊。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？严重吗？不严重，你怀孕了。嗯？能确定吗？当然，这是化验结果。还真怀孕了，太好了！王司令，这可是咱们全纵队都盼望的大喜事啊！周副主任，恭喜你们！谢谢。你看看，走，快，跟我走。哎，别拽我，我这写字呢，你拽我干嘛呀？相亲，人等着呢，快走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又是相亲。哎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在想周凤啊？他已经结婚了。我没想他。那你为什么不想结婚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会给周凤还有你自己造成多大的困扰啊？我说结不结婚是我的事儿。那好，我正式告诉你，周凤怀孕了。使劲儿，再使劲儿，凤，你再使劲儿啊！周凤，使劲儿，你再努点力，加把劲儿，加把劲儿，再加把劲儿。姐，妈当时是怎么把我生出来的？你想想，妈就是这么把咱们给生下来的。你再加把劲儿，周凤，坚持一下，凤，使劲儿啊，凤，坚持住，就这样。
对，使劲儿！周父，使劲儿！甜甜，咱起来喽，去见爸爸妈妈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哦，甜甜，姐，你说这3个月真是辛苦你了。当时你生爱国的时候，我也没帮上忙。那时候不是有妈在吗？哎，不如这样吧，要不你跟我再回去休养一段时间，你的身体现在还需要休养，你说呢？算了吧，我也想呢，但是我马上就要开始新工作喽，是不是？凤，不是姐说你，你说你现在毕竟是当妈的人了。来，请。哎呀，哎呦，冯师长，黄司令，王司令，欢迎啊，冯师长。哎呀，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啊！哎，客气。嗨，咱们俩呀就别客气了，别忘了咱们俩还是一家人呢。走，看看孩子去。好，请。冠兄，我不是批评你，你说你整天跟国民党搅在一起，你究竟什么情况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黄司令的女儿过满月，你把国民党的师长整累，哎，老楚，黄司令和冯江北人家是连襟儿，今天孩子过满月，亲戚之间走动走动，这有什么不行啊？走动走动啊，恐怕是有人想给自己留后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匡兴做事对得起良心，从来没有过私心，走哪儿都是堂堂正正。匡兴，注意点上下级关系。你以为你打了几场胜仗，你就够骄傲的资本了，是吧？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抓政治方向的。记住，永远是党指挥枪。对，我从来都没说过不是党指挥枪，我更没有因为打了几场胜仗而忘记了党性。匡兴，大家都坐满了，来，坐。这很丰盛啊！坐。乖，来坐吧。来，哎，冯师长，大姐夫，一直都想登门拜访，可惜一直没机会啊。今天啊，我吃饭吃不多的话，孩子遭罪，那样的话你也跟着受苦。放心吧，姐，大家都很关心我，没问题的。匡兴还好吧？他还没结婚吗？凤，你得劝劝他，让他赶快找个人结婚吧。他老这么拖着的话，你说妹夫的心里也不好受啊。可是你觉得我劝合适吗？
别说我了，你不也一样吗？姐夫知道。凤，这不一样。你说南明他一根筋。算了，我不说你了，你自己看着拿主意吧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放心吧。我工作忙，又有孩子，跟匡兴接触的机会也不多。再说，老黄也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，他很体贴我，所以我一定会过得很好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好了，走了。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呢，就是我们朝江纵队进行整风的一次会议。整风文件早就下发给大家了，我相信大家对整风的意义早就有了一个深刻的领会。整风的具体方法和方针，毛泽东同志有8个大字：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具体的来讲呢，一定要揭发，不留情面，用科学的态度去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事，使我们今后呢能够做得慎重些，做得更好些。现在我给大家带个头，匡兴同志，我认为你在工作中存在着很多问题。现在我就给大家带个头，匡兴同志，我认为你在工作中存在着很多问题，具体归纳为2个方面。第一，你同国民党高层交往过多；第二，你在皖南事变中，你在失踪期间都干了些什么？我希望你能够端正态度，好好的交代这2个问题。我承认，在工作中，我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和错误。但是楚宁熙同志刚才所说的2个问题，我认为完全是子虚乌有。和国民党高层的接触，那完全是联合抗日的需要。和冯江北的每一次合作，组织上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至于在皖南事变期间我的所作所为，早在回到军部的时候，我已向组织上说得清清楚楚了。你这种态度就很成问题。每次蒋介石搞反共，白志诚就成了和我们朝江纵队闹摩擦的急先锋，可你总是和白志诚的部下冯江北搞得不清不楚。楚副政委，我想问清楚，和我们支队的所有摩擦中有哪一次
是冯江北的部队干的。相反，我可以将我游击大队和冯江北的部队联合抗日的一切行动，向在座的各位做一次详细的汇报。如果楚副政委想多要一份，我没有意见。你不就是打了几次胜仗吗？这是你作为新四军战士应尽的义务，不是你骄傲的资本。你和冯江北的关系，你要一件一件的说清楚。现在，你就谈一谈，在皖南事变中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写的书面材料早已交给组织了。你不觉得你那份材料太简单了吗？我要你详细说明，为什么你一个人毫发无损的就回来了？啊，有谁能证明你在失踪期间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居然怀疑我的清白！匡兴，整风运动对每个同志来说都是一次考验，你要正确对待啊！组织上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清白，但你有义务证明你的清白。还是按照要求，把你随军部。来，来，毛巾。哎，你今儿是怎么了你？你们到底要整匡兴整到什么时候啊？问题搞清了，自然就过关了。那冯江北的太太还是我姐呢，她还伺候我月子，天天跟我来往。咱们家甜甜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全是她给的，你们怎么不让我交代问题呢？哼，你这不是抬杠吗你？我怎么抬杠了？楚宁熙就是借着整风要对匡兴下手，这你看不出来吗？还有你，身为一个司令员，眼睁睁地看着楚宁熙把整个纵队弄得乌烟瘴气，你连管都不管。我也是遵照中央的指示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发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。老楚呢，做的是有点过分，但他也是按照组织的要求啊，我没发现他有什么过分的行为。哎，我说放，你也应该按照整风的要求，啊，反省反省自己。我没说整风不好，我只是不希望被他给整歪了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匡兴同志必须要经受考验，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。哼。周放，周放，嘘，孩子睡了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孩子。哎呦，真好玩，像我吗？越长越漂亮了。你最近怎么也不来看我了？是不是同阳镇有什么情况啊？这还用说啊？
这段时间谁出得来呀？哦，匡兴是不是一直在写材料呢？不写了，解放了，真的。昨天楚宁熙带着整风小组又去了童阳镇，对匡大队长的材料横挑鼻子竖挑眼的。刚才王副司令回来了，拿着从军部带回来的证明材料，这才证明了匡大队长在皖南事变中的清白。我说呢，王副司令为什么去军部？就为这事儿啊？就这样，楚宁熙还不算完。王副司令指着他鼻子说：“楚大嘴皮子，你积点德吧！整个朝江纵队都被你搞乱了。”那这下我们放心了。报告，张副主任，司令员说让你带着孩子回家去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哪来的客人呢？说是您妹妹。我妹？彩儿回来了。我们多久没这样了？6年了。我记得上回还是我刚从山里下来，咱们3个也是这样躺着。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你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你们俩这些年没吵嘴吧？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我们都是做妈的人了，你以为还是小时候啊？不过反正大姐对我真好，老是帮着我、护着我，对吧，大姐？真的。哎，彩儿，你这次回来不会是为了马上嫁给白志勇做2少奶奶吧？二姐，在你心中我就那么点出息啊？那你赶紧参加我们新四军吧，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有文化的干部。放，你可不许瞎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他可接受不了你们新四军那一套。姐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不管今天的中国是什么局势，可是将来的中国一定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。我现在让他参加新四军，那是对他好。哎呦，两位姐姐，小妹才疏学浅，经不起你们的拉拢。我呢，是个纯粹读书的人，既不会参加新四军，也不会参加救国会。我有我自己的追求，我有我报效国家的方式。那你说说看啊？当前的国际形势，日本鬼子没几天了，不管是国民党做天下，还是共产党做天下，分久必合，和平时代肯定不远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国家最需要的就不是军人了，而是实业救国、振兴将领。亲你，那和平该什么时候到？快！陛下的教书长很好，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？这里是抗日前线，能听到的就是枪声、炮声和轰炸声。估计现在谁还能静下来读书啊？父亲，我们不能因为战乱就放弃教育。是啊，干爹，日本鬼子失败是迟早的事，可现在正是搞教育的最佳时期，这是需要人才的时候。抓教育，为战后重建储备人才，这当然好了。可是它应该是在大后方进行，而不是在这儿啊。爹，白军长，大姐夫，你来了。那你们先谈正事儿，我们先出去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大哥，先走了。姐夫再见。来，江北坐。军长，您先看一下这个。40天，丢了38座城池，我实在不敢相信。日本人要打通大陆交通线，来是正的。蒋鼎文又不傻，他当然不会硬拼了。可也不能一败涂地呀，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耻辱。江北啊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眼下日本人在东南亚战场连连受挫，所以他们急于要打通大陆交通线。这次他们集结主力，来势凶猛，我们避其锋芒才是上策。你还是忍一忍吧。我相信，胜利的那一天已经离我们不远了。军长，我们忍一忍。我们忍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杨梅，你就别再憋屈了，你可以找匡兴他们喝喝酒聊聊天嘛。他不是你的知音吗？志成，
江北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血战到底，不一定就是好军人。各位，我们的捷报，大家都看见了吧？我大日本皇军40天以内，连克了敌军38座城池。这更说明中国军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我们报仇雪恨的时刻就要到了。小一军，到！我命令你带领1大队去扫荡冯江北的军团。嗨！金田军也下去。到！我命令你们时刻注意共产党的动向，以防他们增援冯江北。嗨！各位，我们胜利的曙光就要来临了。拜托了，嗨！是我。一团的想法扛着，继续观察敌情，绝不能让日军的其他部队参加增援。报告，敌人正在向一团发动第3次进攻，火力很猛，一团请求支援。告诉一团，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坚持下去。马上给2团下达命令，让他火速增援一团。是。且慢。白副队长，看来你是没把父亲的命令放在心上。司令的意思是让我不要主动向日军出击，可是现在是日军主动来袭击我们，那又怎么样？现在鬼子打过来，难道你就不能暂时躲一躲吗？别忘了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我们自己的实力。你现在让我躲，我往哪儿躲？你总不能让我把阵地白给日本人吧？冯江北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现在渡边只有1个连队，他根本防不住这么大的防区。就算今天战了，明天也得放弃。可是你这样硬拼下去，那损失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实力，你明白吗？传我的命令，把一团撤下来。白副队长，你不能！马上执行命令。一团长，师座，一团长，快躺下。师座，我把方区丢了，你就处罚我吧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快把一团长送回医院去。是。师座。师座。
没想到还能见到你这个大忙人呐！怎么样？是来看我失败的笑话吧？不，我是来表示歉意的。当时鬼子派了一个大队住在李家庄，我没能过去增援。你用不着歉意，连我自己的人都没有去增援。江北，来，吃点东西。快，一会儿凉了，快吃。嗯。那这一仗，你还会请示白志诚吗？不请示了。我要的是中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。可是白志诚，他眼里只有利益和仕途。也许这个仗
好，也不早了，你快去休息吧。我还要给黄司令写一封信，我要新四军的司令明确的支持你。好吧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去吧。黄司令啊，这是冯江北给你的信。哦。啊，鬼子啊，扫荡了冯江北一个团的驻地，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了。哎，黄兴，你怎么看冯江北的提议啊？我们详细商议过了，我认为他这个提议可行。好，坐下，说说你的想法。鬼子在河南发起进攻，国民党一败涂地，在40天之内。连丢了38座城池，已经失去了民心。如果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在朝东地区打一场胜仗的话，不仅能扩大新四军的影响，而且还能为我们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。眼下，冯江北和白崇山的矛盾日益激烈，我想如果时机成熟的话，冯江北会走到我们这边来。好啊，考虑得很周全，也很长远。况且了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大事深谋远虑，小事扎实稳健。老王啊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认为游击大队已经是一支成熟的队伍，完全可以组织一场克敌制胜的战役。老黄，就让匡兴大队长放手的干吧。好啊。黄司令，还有什么指示？好啊，匡兴。渡边联队是块硬骨头，再加上有个山本，一定要考虑的周全一些。请首长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做出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，打一个漂亮的胜仗。再见。哎。哎，毛巾呢？啊，今儿个是什么待遇啊？什么待遇啊？司令员的待遇呗。关于洗脚的问题呀，我还第一次享受司令员的待遇，舒服，太舒服了，舒服，这真舒服。哎，哎，哦，哦，哎，哦。今天星星可亮了，明天肯定是好天。希望这次战斗能顺利。怎么，手又痒痒了？你想上战场的话，我还会批的。我再也不提这样的要求了。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，作为你的老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你长大了，你想上战场的话，你就去。到那时候，小日本早被我们赶回去了。最起码这次战役之后。
把孩子照顾好。走了。同志们，我们今天和日本鬼子可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和他们决一死战。大家有信心没有？有。准备出发，向右转。大队长，前面的路被拦住了。被谁拦住了？白志成。他的加强团。听着，是，听着前进。把他的情报报给司令部。是。什么？白志成拦住了游击队的去路。白志成派了2个战场团，把去往朝东的路给堵死了。我就说这里面有阴谋。白志成的意图没那么简单啊，他绝对不是阻止这场战斗，他更重要的是要占领咱们的地盘。枫江北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枫江北已经拿下了朝东县城，那鬼子呢？萧野带着部队撤了。司令员，啊，我听说白志成的人把匡兴的游击队给拦住了。是。那赶紧派别的部队去支援枫江北啊！派别的部队，各个防区国民党都在搞摩擦，那怎么办呢？周峰，你赶紧去朝东县城，告诉你姐夫，我们不能配合，反正他已经占领了朝东县城，目的他已经达到了，让他赶快结束这场战斗。我特别了解我姐夫，他的目的一定是要消灭渡边的主力，而不是占领一个没有多少鬼子的县城。他不会就此罢休的，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啊，我们去支援枫江北，让白志成再把我们的阵地占领了。老黄，这可是原则问题啊。周鹏，你还是劝劝你姐夫吧。周峰，黄大队长呢？这次你们共产党的队伍可有点拉稀啊！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事儿的。匡大队长带的人被白志成拦住了。什么？我说白志成这次不找我叨叨了，弄了半天他换路子了。姐夫，黄司令派我来建议你别再往下打了，你们已经占领了县城，再打下去会有危险。已经胜利了，就别再打了。我出动了1个半团的主力，不是到这个破县城来观光的。渡边连队已经出动，这时候让我撤出战斗，让我撅着屁股给他打，行吗？周峰，我们不能合作，很遗憾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一仗即使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打下去。姐夫，再见。姐夫，会有危险的。什么？新四军不配合了？是的，匡兴的部队被白师长拦住了。你们师长现在人在哪儿？师长在杨树林里布置阵地，准备迎战鬼子。走，带我去树林。太太，师长吩咐过了，让您在家等着。综合大家的意见，我们就选择西边这条线。这条路虽然远点，但多为山路，不利于白志成车队的堵截。报告大队长。周峰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朝东县城，枫江北不肯停止战斗，这会儿已经跟渡边的队伍交上火了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周峰，我们已经决定绕道去增援枫江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大队长。白志成堵着我们，目的不光是为了阻止我们和枫江北联合这么简单。我们一旦到了朝东县城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方庄。丢了根据地，这个责任可不小啊。这我知道，但这仗必须要打，我们新四军不能失信于人。对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先去，我去找白志成，我就不信他的脸皮有那么厚。不，
这太危险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第一次落在他手里了。你们再不去，就真的晚了。哎，周凤，一大队长到，你带领一个小队留下来，负责掩护，一定要保证周凤同志的安全。是。如果白志成强行向方庄挺进，不要和他硬拼，必要的时候撤离方庄。大队长，这执行命令，集合队伍出发。是。你看，你是跟我们一起走的，还是我派人送你去金家寨？做你的白日梦吧。周凤，周凤，我劝你最好别去朝东，那儿的局势很难预料。师长，我们的临时指挥部被炸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师座，您的来电。我是冯江北，我是冯江北。报告师长，我们亲自进攻，除我以外，剩下的全部阵亡了。现在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喂，师长，师长。前沿阵地，呼叫前沿阵地，前沿阵地请回话。一中队向左推运动，二中队向右推运动，三中队跟我来。白志成把方庄占了。野副站长上吊，东风、阿凡，你们带领警卫连在后面接应。是，不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师长，你受伤了。他娘的！跟我走。
张本兄，冯师长，姐夫，我来了。姐夫，高兄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姐夫，停住！来人，送战地医院。医生，快！小心！来，医生，快动手术！姐夫，姐夫，大夫，姐夫，你得想办法。姐夫，你醒醒！